为什么锁着我？为什么锁着我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难道他们把严前辈给放了，拿我做替死鬼？那妍妍呢？妍妍会不会有危险？放我出去！喂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听到没有？我不要吃饭！放我出去！不吃白不吃。王八蛋！等老子出去以后，把你这些兔崽子全都杀了！莹莹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到底是谁呢？难道你是绿竹巷中假装婆婆的人？那么东方姑娘又怎么会和我一路相随？这事情真的想不通了。东方姑娘，你突然失踪，又在哪里？什么鬼地方？怎么这么多虫子？痒死我了！这些小虫子，我把你们全都翻出来！小虫子，小虫子，都给我死！哎，老夫生平快意恩仇。杀人如麻，求居乎？这个黑白子怎么还不来？我肚子快饿死了。对呀，到时候他来了，我拿什么武功秘籍传给他呀？有了，当令丹田，常如空香。横似深谷，空香可储物，深锅可容水。若有内息，散之任脉。不可能啊！师父平常教我们修炼内功，都是要气冲丹田的，内息绵密，内功才能深厚。可是这些口诀，偏偏是在教我们丹田之中没有内息。那没有内息的话，这内力如何而来啊？哼，唉，这个人我行啊！一定是在牢房里憋得慌了，所以才会编这些害人的口诀。哼！唉，我之所以呢内伤难愈，是因为我体内有很强的6道真气，所以平一指大夫才没有办法医治。方丈大师也说了，只有易筋经才可以将我体内的真气化解。唉，可悲啊，可悲！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所有人都怕失去内力，可是我偏偏不怕呀，因为我早就没有内力了。对呀，如果我这个没有内力的人来练这个害人的口诀，会怎么样呢？试试吧。白子卑鄙，我就把这些害人的口诀全部都传给你，看你会怎么样。师傅，
我是黑白子，我把飞机美酒给你带来了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大哥今天有事儿出门去了，我才有时间给您送过来，你千万别介意啊！好了，那你将飞机美酒递进来。哎。师傅，味道如何啊？师傅，你答应我那个事儿，您看。这样吧，你每次来呢都带1只飞机，3斤美酒，我就传你4句口诀。等我吃过1000只飞机，3000斤美酒之后，这口诀自然就传完了。不是，这时间也太长了吧？俗话说，日久生变呐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每次给你带2只飞机，6斤美酒，您一次教我8句口诀，如何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贪呢？好了，我今天先传你4句。您说。奇经八脉，中有内息，聚于丹田，汇于禅中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，这些都不普通的气功口诀，徒弟早就知晓了。要不这么着，您再教我4句吧。这4句我把它改一改，变得极为平常了，他一定不会满足的。我就说几句怪口诀，吓吓他也好。听好了啊！震裂阳怀，赛绝阴交，八脉齐断，神功自成啊！这八脉齐断，那不死了嗝屁了？师傅，徒弟实在是无法领会啊！要是每个人都可以领会的话啊，那就不叫神功了。你这个口诀啊，等你学好之后，慢慢就会融会贯通了，明白吗？任先生，今天你说话的声音和语气，怎么跟之前的不大一样呢？为什么他的内力会源源不断的输入在我体内？我才轻轻一跳，就从梅庄跳到这里来了，面不红气不喘的。我怎么感觉我的内力比以前更强了？我的伤全好了，我的伤全好了，我的伤全好了！我的伤全是因为任老前辈的功夫所致。如今我安然脱险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还在梅庄？什么人？
降。任我行，玩弄奸计，胜得毫不光彩，并非君子所为。我们日月神教有正人君子吗？如果我爹是正人君子，那不早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？怎么会有这场比试？上当了！自我上次受制于你的吸星大法，至今我每天都在想着对付你的办法。这就叫寒冰真气。寒冰真气，没想到吧？方才我
将寒冰真气注于食指之上，冒着大耗内力的危险，等你用吸星大法吸我内力，而我已将内力练成至阴至寒之物，中招的人只要一瞬间就会全身僵硬，而我就在这一瞬间封住了你的穴位。老夫始料未及。任教主，既然你都认输了，那我们双方就算各胜负一场，接下来就由岳某领教了。令狐冲，你该下来了吧？冲儿，师娘。风筝大师，晚辈擅闯灵鹫寺，罪该万死，请风筝大师原谅。呼吸均匀，内功深厚，本座正奇怪是哪位高手，原来是灵狐少侠。原来风筝大师早就知道我在上面了。师父，真是不敢当啊，令狐冲大侠。这第3场就由令狐冲来打。不行，我怎么可以跟我师父对打呢？人家都已经说了，你已经得到本门风师书的真传。虽然你是华山弃徒，但你使的依然是我华山派的剑法。只怪我这个做师傅的管教不严，居然教出你这样的不孝之徒来。今天我杀不了你，你就杀了我吧。师兄，师父，拔剑吧。你已经让了我3招了，出剑吧。岂有此理！这小子也只守不攻，身为华山派掌门，连个徒弟都打不赢，以后还怎么有脸在江湖上立足呢？师父，我打不赢你老人家，我们别再打了。风筝大师，他们师徒2人不分胜负，我看这第3回合就算和了吧。难道任由他们3人下山滥杀无辜，危害江湖吗？师父，对不起。请岳掌门出来一见，在下有事请教。在下正是华山岳不群，请问诸位是何门派？我以为岳掌门只对辟邪剑法有兴趣，原来对我们无名小卒同样有兴趣。既然是无名小卒，就不要打扰我师父，滚！听说岳掌门收了锦衣卫都统林震南的儿子为徒，素闻你们剑法神通，独步武林，对辟邪剑谱想必不屑一顾，所以我们斗胆向岳掌门借剑谱一看。我想诸位都弄错了吧？在下并无辟邪剑谱，不在你这里，在哪里？请岳长识相把辟邪剑谱交出来，否则休怪我们手下无情。大胆恶贼，竟敢口出狂言！
师弟，师弟！手里，要杀就杀吧。岳某人在江湖上众所皆知，杀我容易，想败坏我名誉，简直做梦。坏你名誉还不容易吗？你的夫人、女儿相貌都不错，我们不如大伙儿分了，去做小老婆。这样一来，岳先生在武林中可就更加的大名鼎鼎了。岳先生，我们的来历或许你已经猜到了3分。我们并不是武林中什么白道上的英雄好汉，没什么事做不出来。众兄弟有个好色成性，倘若得罪了尊夫人和令爱，于你面上可不大光彩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们不信，尽管在我身上搜便是，看看究竟有没有你们要的辟邪剑谱。哼，我劝你还是自己献出来的好，一个个搜讲起来，搜到你老婆、女儿身上，未必有什么好看。你别乱来，一切祸事都是因为我林平之而起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林家是有剑术，但是传了很多代，到了我这代，已经没有什么辟邪剑谱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信不信由你们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杀了你！住手！在下东山派陆白。原来是陆三侠，幸会幸会。不知几位尊姓大名，何不以真面目相见呢？我们多是黑道上的无名小卒，难听之极的匪号，若是说讲出来，怕是玷污了各位武林高人的耳朵。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人人皆知，福威镖局林家有一部辟邪剑谱，炼制可天下无敌。林振南夫妇被害，便有人眼红这部辟邪剑谱。林振南夫妇到底是被谁所害？外人不知详情，我们只听说这位君子剑暗使诡计，骗得林振南的儿子死心塌地地投入了华山派门下，那部剑谱自然也带入了华山派门中。那恐怕也不见得。华山派的剑法精妙，而且岳先生的紫霞神功更是独步武林，乃是最神奇的一门内功。如何会去贪图别派的剑法呢？岳不群有什么精妙剑法？他华山派剑气两宗分家之后，气宗霸占华山，只讲究练气，剑法平庸幼稚之极。可是众位亲眼目睹，眼下他们就是为我们几个无名小卒所擒。岳不群当然有自知之明，他是急于得到辟邪剑谱，好精研剑法，以免徒有虚名。一到紧要关头，就出丑露乖。这几句话倒也在理。我们这些黑道上的无名小卒，说到功夫，在众位名家眼中看来，原是不值一笑。对那辟邪剑谱，也不敢起什么贪心。不过以往10几年中，承蒙锦衣卫林大人瞧得起，每年都赠送厚礼。他的属下处理公务，经过我们山下，众兄弟都冲着他的面子，谁也不去动他一动。这次听说林大人为了这部剑谱，闹得家破人亡，大伙儿不由得动了公愤，因此要和岳不群算这笔账。既然今日碰巧有与华山结盟的五岳剑派高手在此，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置，听凭陆三侠吩咐，在下无有不遵。这位兄弟很够朋友，我嵩山派领了这个交情。华山派掌门人之位，依我们左盟主说，理应由风不平风先生执掌。岳不群今日又做出了如此卑鄙无耻的事情来，我想还是由风先生自行清理门户吧。众位
给在下这个面子，当真是感激不尽。岳不群，你积恶太深，罪不可恕，依华山门规，应当处死。哼！剑宗的后人，为了华山掌门之位，居然出此毒计。风不平，就算你把我杀了，日后你又有何颜面再见我华山的列祖列宗啊？呸！果然是个伪君子，死到临头了还在做戏。好，那我就送你一程，看你到了黄泉之下，还有脸面去见本派的列祖列宗。慢着！想做掌门，得先问过我这个大师兄嘛。好剑法，无论风不平以如何凌厉狠辣的剑法攻来，这小子总是一眼便能看到招式中的破绽所在，随手中剑，美丽的风不平非回剑自保不可。但风不平内容招数上无法抵挡，便以长剑运内力，硬砍硬劈，打法未免也太乱了。仇儿，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高的剑法？你使的什么剑法？这当然是化神剑法。混账！为剑宗之长，意图重掌华山一派，倘若在剑法上竟输给了气宗的一个徒儿，做华山派掌门的雄图定然从此化为泡影，势必又将入深隐居，再无脸面在江湖上行走了。想不到剑宗后人居然要运气练剑，你不如改投我们气宗门下，重新修炼。他的剑法不但招数精奇，而且剑上气势凌厉，并非图以剑招取胜。此人虽为剑宗后人，但气功之高，竟也并不在我之下。仇儿在此狠招之下，竟然始终抵挡不住，这剑法之高，好生令人奇怪。得罪了，在下认输了。应在拜见左掌门时，说在下对他的圣意感激不尽。可惜，在下学艺不精，技不如人，已无脸再争掌门之位。风先生，令狐冲，你剑法如此了得，在下十分佩服。但这般剑法，谅他岳不群也不如你。这剑法是哪位高人所授？也好让风不平输得心服口服啊！承蒙前辈相让，侥幸胜得一招半式，何足道哉？在下哲恩师岳先生，座下大弟子。告辞。以剑法而论，我多半及不上风不平，当然更非令狐冲之敌。眼下场面，风不平已然做不了华山派的掌门，只好回禀祖师兄，再做打算。灵狐仙侄，阁下武功高强，已令在下大开眼界，后会有期。阁下的剑法果然精妙，我们本应知难而退，可既得罪贵派，日后一定祸患无穷。唯有斩草除根，以多取胜。我内力全无，没法动弹，怎能在这些好手的分剑合击之下突围而出？
心，再慢慢的拷问他们。是，师父。大家冷静一下，用手拉住同伴的腰带，跟着我走。他吃了我这一掌，并不会死。不过你不要忘记了，他还吃了我的丹药。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喝酒，那时候真的很痛苦。是，跟我的董兄弟喝酒，是很痛快。只可惜，往事不堪回首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知道你杀了杨莲亭的时候，我心里居然有一丝丝的高兴，因为我在想，你是因为还在乎我。你想太多了。正邪不两立，我和你早就恩断义绝了。正也好，邪也好，怎么你经历了这么多，却还会被这2个字困住？是，我承认，正派之中也有坏人。可是你杀人，是我亲眼所见。难道你就不问问我，为什么要杀人吗？杀人就是杀人，没有任何理由。那我们是无话可说了。动手吧，东方不败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
杀就杀吧。我想问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有没有爱过我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愿意跟我说一句真话吗？拉住我！拉住我！我要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爱过我？东方姑娘，永远在我心里。那就够了。不就是千秋霸业吗？都不重要了。求你告诉我，你给莹吃的是什么药3尸脑神丹。教主！每天都这么帅的。走了。
月姑娘使用的的确是泰山剑法，玉庆子道长，你输了。冲哥，这几招泰山剑法是你教他的吗？我知道，石洞里的秘密终于被他们发现了。他们所有的招式都是从石洞里学来的。岳先生，您精通五岳剑派各派剑法，实在是武林中前所未有啊！莫大先生过奖，岳某真是愧不敢当。岳先生，莫大潜心研修本门剑法多年，有很多不明白之处，还望岳先生不吝赐教。莫师伯，侄女胡乱学了几招南岳衡山派的剑法，想请教莫师伯，还望师伯手下多留情啊。好，好，自古英雄出少年啊！要是侄女打不过师伯，再由我爹爹下场，可好？好，请。还望莫师伯承让。要不是莫大先生手下留情，这月姑娘早就送命了。其实小师妹她的武功一点都不高，只不过她使出了失传了的五岳剑派剑法，所以这个玉庆子算是输得不明对白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一招就是当年那石洞之中，魔教长老破衡山派的剑法之一，只不过他们当时用的是铜锤，小师妹用原石来代替。爹，爹，人家莫师伯分明是让着你，居然敢将莫师伯打伤！莫师兄，小女不知轻重，将您打伤，还请莫师兄多多见谅。将门虎女，果然不凡。月姑娘，我来领教你的衡山派剑法。
这样，你们在这等着，依琳跟我去看看。哦，好。一玉师姐，麻烦你出手救我师妹吧。我们跟姓于的已经说好了，要置身事外。小师妹。我们走啊。你自己走吧。那你要去哪儿？你刚才管过我的死活吗？小师妹，你没事吧？谢谢你们救了我，告辞了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嵩山找我爹。现在还要护着他，为什么？求求你，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思过呀，思就死。冲哥，你以前就是在这里死过？是啊，当年师傅就是罚我在这里面壁的。没想到今日就地重临，我已经不再是华山弟子了。那时我在这个山洞里面住了差不多快1年。我看你在这儿不只是思过，而是在思你的小师妹吧？要打斗什么？进去看看。杀就杀，别那么多废话。废了他的武功。你这个畜生，居然还笑得出来！人终有一死，更何况我能跟我心爱的人死在一块儿，我令狐冲也算是死而无憾，对吧，师父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张嘴还能硬到什么时候。任大小姐。本来我还想用衡山弟子的生命来换取30脑神丹的解药，但现在看来，似乎用不着那么麻烦了吧？你要我先杀了你，还是让我先杀了令狐冲啊？不管你先杀了谁，我身上根本就没有30脑神丹的解药。你好。我给你们一次最后的机会，只要你说出30脑神丹解药炼制的方法，我可以不杀你们2个人。本姑娘虽然年纪尚轻，但还是听说过你君子剑岳不群的为人。如果你真的言而有信的话，恐怕大家也不会叫你君子剑了。我看你跟着令狐冲，只学会了口舌招游。30脑神丹解药的炼制方法，你到底肯不肯说？端元节那天，我和冲哥会在鬼门关恭候大驾。到你死的时候，你狂心大发，恃宠入脑，面目全非，恐怕我们都不
认识你了吧？住口！我不会死的，我不会死的！